欢迎来到波比四只猫的频道，我是大奖。那今天是8月7号那距离我去年8月20号签的这一台车已经快满1年了那目前累计里程呢6300公里左右。那这6300公里呢，去了一趟树莓矿场然后6013，然后还有环岛切西瓜，还有前一阵子的一日南横那当然这中间有北横啦、北宜啦、太古山小跑之类的，可能去吃个早餐啊，跟老婆出门走走，那或者跟车友拉赛聊天这样，所以里程大概就是这样来的啦。那今天你有看到我现在人在本田重机店来做第3次的保养那就是来换机油就对了。那第一次呢是在1000公里训车期左右，那第2次呢我记得是在3700公里左右吧。那第3次就是今天6300公里左右这样那当初业务有跟我讲说台本本田新车保固2年2年内它的规定就是你满半年或者是满5000就来换机油保养一次这就是它的保固范围内这样，所以我都是乖乖的半年内就来换，因为我根本累积不到5000公里的里程下雨天不骑啦大热天不骑啦心情不好也不骑啦心情好也不骑啦就算放假假日有空有闲我也懒得骑那身为车主这1年来的心得跟体验，我会跟大家慢慢介绍。OK， 那我先去换机油。走。骑机车有没有？就躲在这个阴凉处这样，然后出门都穿长袖防晒，真的是太热受不了。还好现在温度31度那现在总里程6302昨天才刚换完轮胎。那今天呢，我要出门去买一些摄影的配件那顺便拍个影片给你看一下这个通勤XIDV 在通勤它的表现方面油耗什么之类的表现如何这样。那通勤的话呢，我都是用这个标准模式这个标准模式这个。然后因为这个也是我最喜欢骑的一个模式除了跑山路之外，跑山路我是不会用这个啦。那标准就是正常出门骑乘干嘛有的没的，我都是用这个模式这样。
OK， 那既然油耗的话，我觉得用感觉的不准，我调一下好了。这边现在这个是首页第一页哦，我把它调到第二页里程 A， 然后它这个 FN 有没有？按 FN 可以 reset， 就是把那个里程删掉。按住之后呢，它还有一个箭头往上这样，哦，就可以把它删，就是往上按住。哦，它就整个归零这样哈、哦，然后你就可以再把它跳出去这样，好 ，OK， 好，跳出去了，哦，现在是0里程0，哦然后这个是使用油量这个是平均油耗啦，哦这个20.34是那个什么？那个引擎的工作时间就是你里程 A 引擎工作时间是多少刚刚没有归零到这样。没关系，那我们就是记这个平均油耗，因为我现在要去综合，那看一下它在使用的平均油耗是如何。那现在就先上64咯 ，Go！在那个高架桥上面因为风比较大，我也就比较懒得讲话了，不想讲话，因为怕那个风切声影响到我的讲话。那现在还没到我要去买摄影器材的目的地那现在这个刚刚走了15公里现在油耗33.9它这个中间就是你现在使用了0.4公升的汽油的这种的那个意思就对了。然后刚才你可以透过画面看到就是现在现在它这绿绿的有没有？那个绿绿的就表示说它现在是那个节能模式就是算是省油模式像我现在没吹油门有没有？没吹油门它就省油模式当你油门在吹的时候，它转速往上的时候，就是会变成黑色的这样，然后当你油门，比如说你在往上转的时候，油门它变黑色嘛，这转速会变黑色嘛。那当你在回掉一点点的时候呢，它又会变成绿色。那假如说你想要常常的比较省油一点或干嘛的，小资骑法好吧，小资族的小资骑法，那就是尽量把这个转速的这个表这个线条保持在绿色，这样就是比较省油的方式。那当然你们也可以说你刚刚就骑高架骑那么慢很正常行驶就很守规矩这样骑，那当然油耗漂亮那我现在贴一张上次我去跑一日南横就是20个小时跑一日南横的那个公里数跟油耗给你看跑西滨跑花东苏花公路这样绕一圈，台湾绕一圈的油耗是这样。OK， 好了，那我就继续骑，边骑边介绍。买完摄影配件，现在要回家了。38度热OK， 那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我很喜欢常常用标准模式来骑车第一个标准模式，它除了刚刚讲的它比较省油之外呢，标准模式它骑起来的感觉有一点像在骑大洋就是骑速克达的那一种感觉那怎么说呢？因为你看它现在3档我现在3档油门就这样轻吹着，你看它就3档4档5档这样跳上去。那它等一下这个爬坡完之后呢，按照它换挡逻辑，它等一下又要换6档了这样所以它的换挡是就是换很快啦，差不多3000转，不到3000转它就一直跳档跳上去就骑起来很轻松很舒服那用标准模式是不是骑很慢呢？没有因为它这个是 DCT 嘛，DCT 的引擎，那它 DCT 的引擎在这一代它的电脑的换挡逻辑是有比较好的。怎么说呢？因为我现在油门只是轻轻的吹着含着这样而已，所以它跳档跳很快。那之前呢，我有在高架上面，我就是油门这样大比这样大灌它
它的转速，它的电脑也很聪明，它的转速可以延到大约5000转左右，才帮我跳下一个档位这样。所以它这个 TCT 不是说你切了标准模式，然后它就呆的3000转帮你换挡，这样跳，越档位越跳越高，不是它这个电脑逻辑就是看你油门转的开度，因为这是电子油门嘛，看你电子油门转的开度来决定它的转速在哪边来帮你换下一个档位。对啊，其实我觉得这样标准模式骑起来，第一个啦，我觉得算很舒服啦；第二个也很聪明。那当然，第三个就是小资主嘛。你看我现在回一点油门，它是又变绿色了。小资主可以帮你省油，这样其实标准模式还算不错回到泸州了，然后呢，现在要去找我的一个好哥们去找他处理一些事情，办一些事情。OK， 好，所以刚刚从泸州出发去中和走64快速道路，买完摄影配件回来，到现在，好不好？这个钥匙，突然讲一下钥匙。OK， 我放在包包里面，它感应不到它的钥匙感应在这边。OK， 好，感应到了。好，再来一次所以刚才骑了36.6公里，使用了1.2公升的汽油，然后平均油耗29.5。OK， 继续下一个分享 ，Go。现在是早上的6点40分，有没有看到我背后的这条路？有没有台七乙 ？OK， 那换完轮胎的第2天然后就是除了来测试一下这一套胎前面那个马牌，后面普利司通的这一套胎配下来感觉如何之外，另外也跟你们分享等一下我会用运动模式我先切，会用运动模式来骑这个山路这样。OK， 我先把镜头靠近一点。OK， 好，那等一下会用这个模式骑山路啦然后就是顺便去吃个早餐这样。好，那在用运动模式之前呢，我先简单跟你们介绍这个界面OK， 现在这个界面是标准模式它总共有5种标准。按错，等一下，标准然后这个雨天然后越野自定 user 就自定然后 Sport 再跳回来标准。那在这个下面呢P 就是动力的输出它总共有3段EB 就是引擎刹车。那 D 的话就是它 DCT 的那个运转的那个段位它总共有4段。那4段的话，比如说现在才2段嘛，简单来讲就是说4段全满比如说像运动模式运动模式它4段全满它转速就会拉比较高。那当你是标准模式的时候，那可能它2段而已，所以它可能转速就大概拉到这边，就是你的这个越多，它转速就到哪边就对假如你是雨天的话，只有1格的话，有没有？它可能转速就是更低这样OK，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那 T 的话就是那个扭力控制就是循迹，就类似循迹防滑 TCS 的意思然后 ABS 这个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了解，就是控制防止你刹车锁死的这个段位这样，总共有2段 OK。那所以呢，等一下我会用运动模式来跑一下这一条山路，然后用画面来跟你们分享。那在骑的过程我是不太会讲话，反正就是用画面来跟你们分享这样 OK。然后顺便看一下我今天从我家出门，然后跑山路，然后这样混合乱跑，平路高架乱跑它的油耗表现是怎么样？因为昨天去中和买摄影器材它只有跑高架跟平面今天加了山路，加了运动所以等一下会让你看一下油耗模式怎么样。OK， 那就继续分享 ，Go。刚好一个红灯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现在是开运动我现在是开运动模式嘛那可是你刚才有没有透过影片发现，它其实转速很低的时候，大概3000多不到4000，它就换下一个档位了是因为我的油门开度比较小就算是运动模式，油门开度比较小它也会持续跳档。
所以哦，运动模式你油门开度大，它转速才会延后啊。像我现在轻轻吹有没有？轻轻的转，是不是它就3档跳4档？它的转速根本不到这边啦。哦，所以它这一代的那个 DCT 的那个换挡逻辑哦，真的是很棒，我个人觉得啦。OK， 好了，那就继续骑啦 ，Go！上面啊，刚才跟前面那个我的邻居啊，小江哦，刚吃完早餐，在北横公路上刚吃完早餐，那现在在跑罗马公路哦。那一样哦，我现在是开Sport模式哦。那因为罗马公路它比较小条，比较窄啊，怕那个出弯点有车过来，所以我们两个稍微骑慢一点。所以我的油门开度也没有转很大哦，就这样慢慢骑，慢慢这样赏着风景这样哦。那运动模式呢，我来分享一下关于运动模式的心得哦。运动模式的话哦，它在跑山路真的我很喜欢哦，尤其在路弯的时候呢，它还会就是我重刹的时候还会退档补油哦。那这个感觉真的很好。那小张说他有看过我的影片，他说他的车好像不能退档补油。那因为我没有骑过旧款 XIDV 的那个它的运动模式到底如何。可是新款的呢，你就是在骑的过程当中，它还会退档补油，这样连退2档，呵呵，这样哦，这感觉就真的很像在骑挡车这样。爽哦，所以运动模式呢，大部分几乎我都拿来骑山路、跑山路。就算现在骑山路，慢慢的骑哦，我也是很喜欢拿来骑山路，因为假设说我现在切换给你看，我现在是运动模式嘛，我切这个哦模式。好，对了，顺便跟你分享一下，我现在油门没放哦，我还可以这样1、2、3、4、5、6、7这样一直按。啊，当切到我要的模式的时候，我油门回调，因为我现在油门没回嘛，它一直在闪，我油门回调，它就会跳到这个模式。OK， 那回归主题啊，就是说为什么我喜欢运动模式？你看我现在骑标准模式，慢慢吹，哦，它哦档数就是会一直升上去啊，哦，现在是骑比较慢没感觉，可是在骑比较快。跑山路的时候，当要入弯的时候，它突然给你看升到5档，说不定等一下要升到6档，哦，它的档位就会一直升啊，就变成说在过弯的时候，引擎刹车的作用力非常小，就那个感觉就很像在骑速克达、骑大洋一样啊，没有挡刹啊，你就必须靠着前后刹车来帮你把车刹下来，哦，这个就是我骑山路比较不喜欢用标准模式来骑的原因，就变成说，你看我现在入弯那么高的档位在路，那我等于是有点像滑进去的，就是滑进弯道这样，没有带一点引擎刹车啊，哦，不然就变成说我标准模式我还要频繁的退档，哦，频繁的自己手动退档，哦，手动退档才能有这个所谓的挡刹这样。你看现在引擎比较大声，它就有挡刹的效果。OK。所以呢，我骑山路我还是喜欢用运动模式来骑这样哦。哦，像我现在在路弯，这弯有点弯，可是它就滑过去，会让我有一种没安全感。哦，就变成说，你看我要按一下降档。所以呢，我现在就把它切回运动模式，1、2、3、4，哦，按4下就运动模式，油门再回一下就好了这样。OK， 那这个就是关于运动模式的一个分享哦。好啦，那我继续我的晨跑。OK， 分享完了那个标准跟运动模式哦。那当然 ADV 今天我就来分享关于
越野模式的部分，好不好？那我现在呢是在前往那个太白山矿场的路上啊。假如有车友来过的话哦，那这条山路应该是不错玩的哦。我现在还在标准模式，那我把它切到越野 ，OK？ 那就小越野啊。那前面那个是哈雷883啊，跟我们来太白山矿场，但也是蛮屌的哦，屌爆了。好，那越野模式呢，是我第三名比较在常用的模式哦。第一名就标准，第二名就运动哦。那第三名哦，就第三个比较常用的就是所谓这个越野模式的。那越野模式的话哦，我觉得它用起来的话，它感觉在低转速的时候扭力比运动模式还要来得大。就简单来讲，就是怎么讲，就吹起来特别有力啊，哦，吹起来特别有力这样。OK， 哦，那这是越野模式的设定哈 ，T 啊，引擎刹车啊，哦，还有这个 T 啊跟 ABS， 哦，哦，它是越野模式哦，你看它这个 TCS 还是有在做动这样，有没有？这闪灯就是 TCS。那我今天第一次骑啊，我也不晓得状况怎么样。哦。假如你想要看关于太白山矿场的影片的话，这个我会另外制作。那我现在就是边讲话边拍这个越野模式跟你们分享。那老实讲啊，要分享什么我也不晓得，因为越野模式我真的很少用，因为我这台车没有在骑什么土路啊，真正没什么骑土路啊呢。哦，我干好屌啊这个！我觉得我现在边讲话边骑车，好像专心度有点下降这样。哦，漂亮哦，太白山矿场。上次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我另外一部影片。我另外一部影片是拍我当初XADV 签没多久，我就跑去那个瑞芳9份那个树莓矿场哦，那个路他妈的有够难骑，真的是揪啦，超级难骑到爆。哦，那今天这个算还 OK 啦。那我今天用的轮胎哦，就是前2天我才刚换的那个前面的马牌运动攻击者4跟后面的普利司通的 SC2 哦，所以我今天的轮胎不是块状轮胎哦，不是这种土路的块状轮胎。哦，都吃灰啊，最后一台都在吃灰啊。那越野模式呢？除了上次第一次牵车去树莓矿场嘛，哦，然后加这一次，那中间的话其实也没有跑什么土路啊，有啦，中间有一次跑那个大鼓山呐，大鼓山下山，然后前面那个骑 DRL 的400那个阿冠老板啊，哦，他带我们去那个水牛坑附近的一个海滩呐，哦，那时候我骑海滩，哦，也是用越野模式骑。哦，那还好有越野模式哦，就是骑海滩那个沙路啊，就觉得，还就是脱困能力还不错这样哦。你看有没有883都骑得比较我前面，我加一点速度好了。这表示哦，越野能力哦，其实哦，你们也可以参考哈雷883啊，它越野能力应该是比XADV 还强啊，不然它怎么骑那么快？那我再聊聊其他 XADV 的那个心得分享好了，哦，边骑边聊啊，你们就看我这样骑车被883海放哦，啊，我就边骑边聊跟你们讲话这样，哦，那 XADV 呢，我去年8月20签嘛，到现在也是快1年的时间，接近1年，剩没几天就1岁了啦，耶，1岁了，生日快乐，耶！然后呢，用了这1年哦。我先分享关于那个行李箱的部分好了，哦，在那个车厢的部分啊，因为我上一台是骑的是那个 T-Max 啊，哦 ，T-Max 它的车厢比这一台 XADV 还要大，哦，那之前我出门拍影片或干嘛的，我的空拍机啊，什么 GoPro 啊，还有一些配件什么的，我全部都可以放车厢，哦。那当我换到 XADV 的时候，它的车厢真的是比较小。哦，有时候我还出远门嘛，啊，我可能就是空拍机的背包背身上，哦，啊，其他的放车厢，哦，啊，当然你们会问我说，那为什么不装后箱？对，目前我就是没有装后箱。那不装的原因是什么？
刚才讲到嘛，不装我是觉得丑啊，所以我觉得丑，所以我才觉得不装啊。那二来就是说我骑到现在6300多、6400多嘛，哦，我也很少长途旅行，哦，大部分都短跑，所以我觉得目前装后箱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作用，哦，就是丑啊，没有太大的作用。后箱架我有，哦，放在家里啊，给猫当猫跳台这样，哦，啊，当初那个台本也有附这样，哦。也有附那个后箱架啊，可是我就是没装这样，哦。然后这是关于行李箱后箱的部分哦。那大部分车友都是有装啦，他们觉得好看啊，可以装的东西多啊。可是我个人是觉得素素的，没有后箱架，没有箱子比较好看啊。我个人觉得 OK。好，然后再来分享，我看还有想到什么啊？对，油箱盖哦。油箱盖的部分呢，它原厂附的是一个那个算是白铁吧，白铁的一个油箱盖啊。它有时候夏天热哦，或者是干嘛要加油的时候哦，打开那个油箱盖，那个会烫手呢，真的是会烫手呢。后来我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就是换掉或干嘛？结果还真的换掉了。我换什么？我换一个雅马哈布那个的油箱盖哦，那个好像是劲风光的油箱盖啊，一个才100-200块钱，然后它是塑胶外壳，那光塑胶外壳哦，手捏起来哦就会比较舒服一点哦，没有那么的烫手这样哦。那这是油箱盖的部分。那在后座的部分呢，我先播放一段小影片给你们看。真的吗？跟 T 妈比起来，你的脚是比较弯的，是不是？比较高。比较高。你的角度有这样比较弯、比较里面吗？对，弯里面。你往后坐嘞，这个角度会比较好吗 ？OK， 这个呢就是我太太第一次坐我的后座，然后我们要去那个花莲6013的。在坪林的一个小短片，那我太太她第一次做，她觉得做的大腿、小腿有点酸，就好像有点像在蹲马步的感觉，有没有半蹲的坐姿啊？所以她小腿、大腿有点出力这样。那可能可能是第一次做不习惯，那也有可能是她腿太长然后呢，到了最近做了几次，她就习惯适应了。那我觉得有可能是这种。个人适应的问题那当然在 XADV 群组里面也有车友分享也有车友分享说太太觉得坐后面呢脚很不舒服啊，很酸啊什么之类的，就像我刚才讲，有点像蹲马步在坐后面这样所以造成这样小腿大腿可能会酸干嘛的。所以呢，他们的解决方式是装那个越野脚踏装越野脚踏，然后让后座脚可以踩在越野脚踏那边，就等于是说脚有点伸直的这种概念，这样稍微微伸直他们的后座就比较舒服了。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后座腿很长所以就变有点像半蹲的状态在做这个椅子这样。OK， 所以这个是关于后座的分享那关于在原厂的悬吊的部分前后避震的悬吊我来分享一下我个人觉得因为我现在前避震跟后避震、前叉避震我都没有改，都是原厂的状态那我也没有去特别调什么前叉也没有调什么，然后后面的话我有后避震我有调紧一格，就是往上再锁一格这样那这样骑起来的话，不管是通勤还是跑山路，目前我都觉得 OK 我都觉得 OK 然后可能在双载的部分呢我播个影片让你看一下。
啊，你可以透过影片看到，就是说在双载的部分哦，那可能操驾比较激烈的时候，它的后悬吊哦，当然没有这么的，就支撑性没有那么的好了，当然会能 Q 这样，所以会撞到中柱哦。哦，那这个是悬吊的部分。那你问我需不需要改哦？我个人是不会，目前是没有想改啊，因为我觉得一年骑6300多、6400多哦，然后也很少跑啊。我跑山路，我觉得前后原厂对我来说也够用啦，我干嘛还要多花一笔钱去改这个前后避震？所以哦，目前我没有打算改哦。那在双载的部分，我们虽然很常双载，可是大部分都小跑啦。那你刚才看到那个影片哦，是跑长途的时候哦，可能跑长途啊，需要赶一点点时间的时候，速度稍微有一点快的时候，在过弯的时候哦，避震可能不行。那不然平常我跟我老婆小跑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这2个影片哦。我跟我老婆小跑，也是轻松骑，慢慢骑，在过弯当然没有这个问题。哦，没有这个关于后避震哦，然后让中柱K到路面的问题没有。哦，那目前是我还没有装后箱哦。那也许未来我把后箱装上去，也许这个中中柱的这个几率又会更大。那到时候我可能也许会改个避震吧，不知道，不确定。哦，那到时候来看看。所以目前我的前后悬吊是原厂，我没有做任何的改装。OK， 然后我们现在要从太白山矿场下去准备吃中饭了。然后关于 XADV 的分享哦，怎么那么漂亮？哦，水哦。OK， 好了，关于 XADV 的分享哦。我觉得我想到的大概就是这样啦。那它的模式虽然有5种哦，那我比较常用的标准、运动跟越野哦，我都拍出来给你们看。那雨天跟制定的话呢，这个我就没拍了，因为讲白一点，过去这1年来啊，这2种模式我也没有什么在用哦，然后我也不太会用啦。就算下雨天，我还是用标准模式骑啊，我没有用雨天模式骑啊。哦。所以这2种模式就没有分享的这样。满1岁了哦，牵这台车哦，过去这1年来哦，它带给我很多美好的回忆哦。我也拍了一些影片，然后带我老婆出门走走，这样哦，真的是很开心哦，很幸福。那我觉得这台车，假如跟我上一台 T 妈比起来哈，我会喜欢这台车，能文能武，非常的棒，非常的好。OK， 他们要干嘛？你要放了？我们去龟山岛。哦，他要拍照了，我们先下去了。他要拍照。好，没关系，我就慢慢的滑下去。他们要拍照就给他们去拍。OK， 好。好啦，感谢你的收看哦，就是关于这1年来 XADV 的车主分享体验。哦，那假如你有更多想要了解 XADV 的问题，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那我据我所知的，然后回答你，答复你这样。那关于其他有 XADV 的车友看到这个影片，那你也想要分享你的心得跟你的体验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哦，大家都可以一起讨论。OK。好了，感谢你的收看，我是大奖，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小辉生日快乐！1岁了，1岁了，生日快乐，耶！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